自从和 Sarah 在除夕夜意外相遇，小静已经不再会因为 Sarah 的出现而感到过度紧张。他们在工作中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小静作为 Sarah 的得力助手，项目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最近一段时间，他也会时常对着电脑两眼发直，一想就是很久。小静，小静，身后传来了 Sarah 的声音。小静回过神来，强挤出微笑问：“哦 ，Sarah， 你找我有事吗？你来我办公室一下，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谈。”小静走进 Sarah 的办公室，不知道有什么重要的事情。Sarah 双手交叉在胸前，面对微笑地看着小静。小静，你之前跟我说很想去巴黎，对吗？小静有些疑惑地问。对呀，怎么了？我从巴黎总部接到了新的项目邀请，要求我做完手头的项目就返回法国。小静问，这么快你就要离开上海了吗？ Sarah 说，是的，不过我有个好消息，巴黎总部让我推选一位得力的人选，跟我去法国组建项目团队。我立刻就想到了你，怎么样，跟我去法国发展？曾经的小静时刻都在期盼着这样的机会，可此时的她却陷入了两难。Sarah 看到小静的迟疑问，听到这个消息你不高兴吗？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小静想起在机场和徐磊的道别，想到他们的婚房，想到徐磊失望的表情，她吞吞吐吐地问，要去多久？ Sarah 说，这个不好说，至少1年，或者更长时间。看出了小静有心事， Sarah 礼貌地说，对不起，我应该想到的，离开上海不是个简单的决定。没关系，你可以拒绝我的，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你不要有压力。小静默默地抠着手指，内心无数个声音撕扯着。她的视线停留在 Sarah 电脑旁相框里的一张卡片上。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you dare. Sarah 顺着小静的视线看到了相框。哦，你在看这个啊？这个是巴黎商学院的校训。说着 ，Sarah 把卡片递到小静面前。我上次在你家无意看到了你写的卡片。It takes courage to grow up and become who you really are. 小静，我知道你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你不仅勤奋努力，而且确实向大家证明了你的实力。但我也知道你有难处。如果你愿意，今天周五下班后，我请你吃甜品，可以详细跟我聊聊你的真实想法。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我非常乐意。小静点点头。那我们晚上7点半见，我把地址发给你。好的。小静神情复杂地离开了办公室。小静拿着手机，跟随着导航指令的路线走着。这时，小静接到了爸妈的电话。妈妈在电话那头习惯地询问着：“静啊，吃饭了吗？过年都没回来，抽空回来趟吧。工作忙吗？”话还没说完，爸爸接过电话：“女孩子差不多就行了，那么拼累的是自己。我们又没指望你出人头地。”妈妈在一旁嘟囔着抢过电话：“你说点好听的行不行？喝点酒就乱说话。”妈妈没说几句就挂了电话。小静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对话，不知道该如何向父母解释内心的想法。也许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理解过小静内心要的是什么。她理解父母的不易，
他们不计得失的付出，只想要小静平安幸福，不要那么辛苦，过平淡幸福的日子。可为什么平淡的日子让他感到窒息呢？他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是大房子、名牌包包、社会地位？不，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是选择说不的权利，是可以选择怎么个活法的自由。他不是讨厌平淡，而是讨厌平淡的背后常常是因为别无选择。正当这时，手机传来导航的提示，你已到达目的地。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走到了一栋西式老宅子前。透过窗户看到 Sarah 正坐在咖啡桌旁，桌上花瓶里插着粉色的鲜花，和白色的窗帘相得益彰。咖啡厅的顶部，一个巨大的水晶吊灯悬挂在中央，晶莹剔透的流苏时不时散发着五彩的光。小静一进门， Sarah 就看到了他，开心地摆手让他过去。小静脱下外套放在旁边的椅子上， Sarah 兴奋地问：这个地方怎么样？还不错吧？我没想到在上海能找到这么地道的法国甜品店。 Sarah 帮小静点了甜品，他们的对话正式进入主题。去法国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小静叹了一口气，一言难尽。Sarah 说：方便告诉我吗？看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小静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她和 Sarah 有着完全不同的成长经历和家庭背景。Sarah 真的能理解她的处境吗？ Sarah 主动问：我猜猜啊，你担心去了法国回不来了？又或者你更喜欢在上海发展？小静一只手托着下巴望向窗外。 Sarah， 我想问你个问题，如果在爱情和事业之间，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Sarah 想了想，这取决于我有多爱这个人，他为什么值得我放弃我的理想？但是等等，为什么一定要二选一呢？小静说：我有个谈了8年的男友，他叫徐磊，是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后，父母给他安排了工作，他就留在了西安，而我选择了上海。怎么说呢？他是个善良的男孩，可能是从小不用为生活担忧吧，所以没什么危机感。他父母给我们买了套婚房，打算让我们今年结婚。他一直在等我回老家。小静停顿了几秒，接着说：其实在你刚来公司的时候，有段时间我非常焦虑，认为不管我多么努力，恐怕都无法像你一样优秀。毕竟我们的起点不同。小静低下了头。可是我不甘心辞职回老家找一份普通的工作，结婚生子，像我妈一样为家庭操劳一辈子。我现在心里很乱。Sarah 说：我没想到我的到来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压力。我明白了，你在为怎么在爱情和事业之间做选择而为难。小静，请你诚恳地告诉我，当我说你可以去法国发展，你的内心是激动，还是没什么感觉？小静说：能去海外发展是我做梦都想实现的理想，可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徐磊，还有徐磊的父母，我自己的父母。我不能抛下他们，只顾追求我自己的人生啊。Sarah 深思了一会儿问：我们不如做个假设，
如果你可以重新选择家庭，你还会选择现在的父母，还会选择徐磊吗？小静听了有些激动。我当然还会选择他们，我不是嫌贫爱富，我只是想实现我自己的人生理想，不想担惊受怕的过日子。Sarah 接着问，好，那如果你回到老家，徐磊真的能让你摆脱对未来的担忧吗？你确信不会把自己的失败责怪在他头上，你父母头上？你还会像现在这样继续爱徐磊吗？这些尖锐的问题让小静沉默了。她想起自己刚来上海时，每天想的就是要努力工作，不要回到过去。如果真的回去了，以她的个性，怎么可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被打回原形呢？ Sarah 继续说，我能听出你非常在乎你的家人，也非常在乎徐磊。但是，你觉得孝敬父母、忠诚于爱情的底色，就应该是愧疚感带来的责任吗？如果你过好了，难道他们不应该为你感到高兴吗？小静看着 Sarah 静静思考着。是啊，爱的底色到底是什么呢？是带着愧疚感的不得已而委曲求全，还是该真诚地面对彼此，让对方看到真实的自己，而后确信仍旧深爱着？他似乎一直在逃避面对这个问题。的确，他只是劝说徐磊来上海，但从没向他抛出内心真正的担忧。难道徐磊要依靠父母过一辈子吗？这不可能。小静说，你说的没错，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向徐磊开口。Sarah 问，你难道不想知道徐磊到底能不能为了你们未来的家庭变独立吗？你不问他，是从根本上不相信他的能力，还是不相信他改变的可能性呢？又或者是你担心让他看到了你的真实想法，会让你们的爱情终结？小静安静地聆听着，好像明白了什么，缓缓说出，你说的没错，我之所以担忧，其实这3个原因都有。Sarah 微笑着说，你和徐磊都值得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不是吗？婚姻不该让你们双双跌入人生的负循环，而应该开启人生的正向循环。这样的努力，难道不值得吗？小静惊讶地发现，Sarah 居然说出了压在她心底不敢说出的话。长久以来，她一方面希望自己变好，但又担心自己变好，因为脱胎换骨的改变似乎是对他的过往成长的经历一种彻彻底底的否定和背叛，就好像如果他变好了，似乎也在说过去不好。正是这个深层的矛盾，让小静背负着太多的愧疚感。可这不是他的本意，他希望大家都好。小静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徐磊无法接受我去法国这么突然的改变。我要怎么说服他呢？ Sarah 说道，我会跟法国总部尽可能争取更多的福利待遇。公司不仅可以向你提供住房福利，还会给徐磊申请长期探亲签证，确保他在法国有合法的身份可以工作和学习。你还记得我跟你提到的巴黎 HEC 商学院吗？小静点点头说，我记得。Sarah 微笑着说，如果你愿意，还可以通过公司申请培训福利，由公司为你支付去 HEC 攻读 MBA 的学费。你可以选择半工半读，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但这样的学习要持续大概2年左右，而且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你需要为公司效力3年来回馈他们对你的栽培。小静，这么难得的机会，你要慎重考虑哦。不过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尽力去争取。我相信徐磊和家人不会不考虑你的前途问题。听到 Sarah 的劝导，小静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Sarah， 明天周6，我打算回家一趟，跟家人商量一下出国的事情。你说的没错，同不同意我也得试着谈。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和帮助。Sarah 轻轻地拍了拍小静的手臂，仿佛是在说，不用多说，我都理解的。Sarah 虽然比小静大不了几岁，但在她的身上总是能看到一种超出这个年龄的沉稳和智慧。在小静心里， Sarah 就好像是个大姐姐，总能在关键时候为她带来一些光明的指引。周6一大早，小静就赶往机场，买了最早的航班。出发前，她给徐磊发了微信：“磊，今天我回宝鸡，你来家找我吧。”信息刚发出，徐磊那边就发来了一连串的爱心表情。航班发过来，我去机场接你，我开公司的车，咱俩一块儿回家。在飞机上，小静坐在靠窗的位置，心里盘算着应该怎么开口说服徐磊一起跟他去法国。